漫步在意大利的北方。在这里，人们悠闲地走在街上。这里就是有着欧洲文化之都称号的波隆纳。离开停车场后，走进这一条长长的拱廊。波隆纳又称为拱门之城。二次大战时，作为意大利反抗组织的中心，遭到大规模轰炸，至今仍保留了中世纪的古典建筑物。一到波隆纳市区，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中世纪意大利风情。前方这雕像是纪念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军事家朱塞佩·加里波底，对面是太阳剧院，于1810年拿破仑时代建成，在1995年完成重建。演出节目从经典戏剧到当代喜剧和音乐剧。波隆纳有3个绰号：学习之都，拥有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波隆纳大学；肥胖之都，因为有许多美食而得名；红色之都，波隆纳的建筑多为暖色系的红色、橘色和黄色，使得整个城市充满热情洋溢气息。远方一高一低的是波隆纳著名的双塔，右前方是波隆纳主广场。马乔雷广场建于西元1200年，位于城市中心，也是波隆纳城区最大的公共广场。广场呈长方形，四周围绕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。海神喷泉是广场中最醒目的地标，上方是海神尼普顿的青铜雕像，伸出手臂，摆出傲慢的姿态，控制水域。下方是海妖雕塑，喷泉的水是从海妖的乳房中挤出来的。豪车玛莎拉蒂成立于波隆纳，据说玛莎拉蒂的品牌徽章灵感就是源自于海神手上的3叉戟。位于马乔雷广场的市政厅是波隆纳的政治中心，13世纪初建于旧废墟之上，之后曾经多次修建，因此可以看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建筑风貌。主广场上有钟楼的是达古修宫，2008年之前是市政厅，现在是艺术博物馆。中间的雕像是波隆纳出生的教宗格里高利13世。格里高利13世于1582年10月4日宣布更改历法，将实施了1600多年的儒略历改为格里历，并沿用至现代。现在进到市政厅。庆祝婚礼的场所，这个是拴马的。主教坐的马车直接从这里上楼。这座立面分成红砖与大理石双色的是圣白托略大殿，它开始建于1390年。可容纳28000人，是一座哥德式教堂，工程持续了几个世纪，完成于1658年，但是正立面仍未完成。2000年起供奉主保圣人圣白托略的遗物。圣白托略大殿旁小的建筑是公证人宫。有钟楼的是达古修宫。美第奇家族的家徽。阿奇吉纳西欧宫建于16世纪，在1803年以前曾是波隆纳大学主楼，
后来成为科学研究所的所在地，现在为阿奇吉纳西欧图书馆。1838年起作为公共图书馆对外开放。世界第2古老的人体解剖教室位于此栋建筑的2楼。波隆纳大学出了许多知名的校友，著有《神曲》的诗人但丁、天文学家哥白尼，都是波隆纳大学校友。上来2楼不到3分钟时间，还没找到人体解剖教室，可惜没参观，就赶着要离开了。波隆纳的美食很多，就得来逛逛四角区。好多火腿，好大的火腿。Messo, madame. Grazie. Beautiful, eh? The best really shop. 应该是南方哦。还有那个洋葱，腌洋葱 tortellini， tortellini， 就是类似他们意大利饺，有没有？哦，意大利饺。tortellini，a young chef de cuisine through the hole of the door. 意大利饺子还蛮像我们的馄饨的。对啊，很好吃哦。还有的会像一圈一球一球的。那我不敢吃，就是那个像发霉的那种。对，他们说最好吃，但是最好吃。他们说这种最好吃，看起来像发霉的。对。起司的价格从19.9到99.9欧元。16. 仙人掌果，欧洲蔬菜之王称号的朝鲜蓟，没看过的地中海蔬果。波隆纳知名的双塔之一，阿西内利塔。12至13世纪有大量的塔楼建筑，是中世纪名门家族建造用来攻守用。13世纪时，许多塔被拆除或倒塌。波隆纳双塔是2座斜塔，较高的名为阿西内利塔，高97.2公尺，登顶需要爬498阶。较低的加里森达塔比比萨斜塔还要倾斜哦，高48公尺。以前双塔可以购票上去的，2023年10月后关闭维修。登上塔楼可以看到整座城市的红屋顶，红色之都。波隆纳拱廊的总长度超过了38公里。由于其文化和艺术意义，波隆纳拱廊在2021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。好像啊，好厉害哟，好厉害！阿佐奎迪塔建于12世纪，高61公尺，为波隆纳的第2高塔，毗邻圣彼得主教座堂。欢迎点赞和订阅，我们下一期见。